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社交网络的文章。中国烂尾下南洋，大马陷鬼城。商业低迷，加上住宅市场不振，中国近来住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已超过 80%， 导致已购预售屋的民众担心其盖出烂尾楼。尽管该国政府自去年开始陆续推出多项救市措施，但从民众需求、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等各面向来看，中国房地产隐然存在泡沫危机。根据云南省住建厅2022年出的一份统计文件推算，全国烂尾盘项目可能高达逾万个。除了中国国内以外，香港房市也浮现泡沫化迹象。数据显示，香港2022年房屋销售比2021年下降 40%， 跌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房产危机犹如森林大火，一路烧到马来西亚。由中企出资的建造案在马来西亚出现烂尾现象并不罕见。一带一路大马造镇成鬼城。中国在2014年推动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计划，马来西亚作为该计划的战略合作对象之一，中资曾斥资在马国投资10个旗舰项目，包含4项制造业、2项产业园区、2项教育文化、1项农业、1项房地产开发。其中最引人热议的即是由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开发建造的森林城市。森林城市位于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州，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碧桂园于该建案投资1000亿美元，目标在2035年之前，在4个人工岛上进行森林之势的造镇计划，预计完工后可容纳70万居民，预计耗时20年开发，主要瞄准财力雄厚的中国买家。但建案迄今已推行了8年，当地却杳无人烟，已被许多马来西亚人视为其国内最大型且最具争议的烂尾项目之一。碧桂园房价是当地1倍，森林城市占地约相当于半个澳门，造价高昂，采用分层立体的城市规划，地面设计为大片的公园，人车分流，约可容纳70万人口。然而该案一套公寓起价比当地一般公寓300至400万的平均价高出整整1倍。2017年成交者逾 70% 为中国人。对此，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 Mahathir Mohamad 直批中资开发案完全不符合当地的消费水平，不仅炒房更拉抬房价，这已经不是投资而是殖民了。在2021年11月，东南亚华文媒体曾以评森林城市工程为全球第2无用专案，内容称这个超级工程野心过大，结果造成可容纳70万住户的城市，最后仅入住2000多人，而且其中许多是开发商的员工、承包商和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属。马哈迪批评该项目将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以及中国更加严厉打击资本外流，购房者的热情降低，使马国最受瞩目的外资房地产项目成了烂尾楼。不仅 KGV 国际咨询公司研究总监陈卫天认为，森林城市有2个主要问题，一是入住率低，2是商业活动缺乏，因此该地本身没有多少生气。此外，柔佛州的当地居民也抱怨，大批中国人在此买房，令他们担心环境受破坏，也担忧填海造的对渔业会带来的影响。拿不到马国签证，中国买家怒批遭诈骗。此外，森林城市买家怒批简直是诈骗。碧桂园将该建案营销重点放在了中国国家战略上，包括一带一路、战略要塞、经济特区、交通枢纽等，使投资客户认为这是由中国和马来西亚政府双重加持的地产项目。此外，建商为推销该建案，宣称可用马来西亚的经济实惠买到新加坡的方便繁华。该建案更以长期签证作为噱头，号称购房者有机会获得马来西亚的长期签证。有的销售人员更是夸张地介绍说，购买森林城市的屋主可以获赠宜居绿卡，1人申请，全家可享10年居住权，也就是除了业主本身具备了永久居住权外，同时还可携带配偶、21岁以下子女以及60岁以上父母获得马来西亚的10年居住权，10年居住权到期还可以续签。实际上，这完全是误导，因为根据马来西亚的现行法律，买房和获得永久居留权没有任何关系，购买房产并不能保证在马国自动获得居住权。但马哈迪在2018年向中国企业丢出震撼弹，宣布森林城市建案不得向外国人销售，
即使已经卖了，马国政府也不会发森林城市居住权签证给外国人。不仅大马，英国也遭殃。烂尾楼风暴持续扩大，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就连英国也被侵袭。2013年首次进军英国的中国地产商总部基地 ABP， 原先与时任伦敦市长强生 Boris Johnson 签约，计划投资17亿英镑打造伦敦新金融城。然而该开发案去年已经遭伦敦政府终止开发协议，收回土地。原先负责开发的中旗总部基地也遭债权人申请清算。中国房地产供严重大过于求，加上动态清零，使经济复苏缓慢。若中国当局无法解开这个难题，将迎来泡沫危机，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重挫中国经济。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